连全红婵都说出她曾经也年轻过。我也有年轻过，但是我怎么也回不到年轻的感觉了。陈若琳看在眼里，心里也着急。通向顶峰的道路注定是不简单。此时的全红婵不再像14岁那样动作轻盈、落水利索。没办法，发育关只能硬扛，体重增加了，那就减重；动作变形了，那就多练去，慢慢纠正调整。在这个周期里，陈若琳重新为全红婵定制新的训练计划，而全红婵也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去训练。训练期间，只要全红婵的动作有一丝不标准，陈若琳就会马上指出，让她改正调整。每天都会时时刻刻地盯着。陈若琳将自己应对发育期的经验倾囊相授，耐心引导全红婵前进。在这期间，针对这对师徒的质疑声也是汹涌而来。全红婵是不是只是昙花一现？陈若琳是不是不适合当教练？但师徒二人没有回应什么，因为作为运动员，成绩便是最好的回应。轻舟已过万重山，他不难梦了。全红婵成功卫冕奥运会冠军，而在中国女子跳水队历史上，只有伏明霞和陈若琳达到这一成就。全红婵更是以17岁131天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3金。有人与你同行，有人为你加油，有人在你跌倒时伸出援手，有人在你成功时与你共享喜悦。这样的师徒情，比任何奖牌都更加闪耀，更加珍贵。曾经的奥运5冠王，金牌总数更是超过跳水女王伏明霞的王者，却一直默默无闻地衬托着他的徒弟们。现如今，名师出高徒，在巴黎奥运会上，陈若琳的2个徒弟全红婵、练俊杰双双得冠，师徒3人全是奥运冠军，妥妥的人生大赢家，简直太厉害了。很多人说，要是没有全红婵的一跳成名，谁还会记得陈若琳呢？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在全红婵闪闪发光的背后，正是这位曾经的奥运传奇为她的成功指引方向。陈若琳是女子跳台大满贯的第一人，职业生涯中一共获得22枚世锦赛金牌，5枚奥运金牌，被称为东方不败。就是这样一位奥运冠军，在接管全红婵后，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，被指责不配当全红婵的教练。起因是，自从陈若琳当教练以来，全红婵的成绩不但没有提高，反而在和队友陈芋汐的竞争中5次失利，这让喜欢全红婵的观众和粉丝十分不满，纷纷怀疑她的执教水平，白下了这么好的苗子，更是要求重新更换教练。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殊不知全红婵的身体已经步入发育期，只有感同身受的陈若琳明白，哪怕身高增加1厘米，体重增加1斤，这些在普通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变化，对于一名跳水运动员而言却是致命的挑战。每一次腾空，每一次入水，都需要对身体的精准控制，而发育期的波动无疑让这份控制变得异常艰难。为了应对全红婵的身体情况，陈若琳为她设计了一套十分严格的训练方案，以此来确保在身体正常发育的情况下，还能维持肌肉力量和灵活性。但在这期间并不顺利，在最近一次训练中，全红婵居然耍起了小脾气，开始抱怨。陈若琳这才忍不住在众人面前毫无顾忌地对她发火。这段视频被曝光后，一些网友又开始指责陈若琳太凶，但严师出高徒是古人从无数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。陈若琳之所以生气，也并不是仅仅因为缠绑，只是希望她在竞争如此残酷的比赛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。陈若琳深知这是每个运动员必须要经历的过程，她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来让全红婵尽量少走弯路。陈若琳一如既往地对全红婵进行全面严格的训练，并在心理上及时给予她心理疏导，力求尽快帮助全红婵走出这道难关。在陈若琳的陪伴和鼓励下，全红婵渐渐找回了自信，她开始更专注地投入训练中，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完美，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技术和心态方面的不足，还放弃了自己最爱吃的零食和辣条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师徒2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全红婵再次站上了世界的巅峰。这位年仅16岁的小将，在亚运会上又一次勇夺女子10米双人和单人项目的2枚金牌，此外还创下了7个10分的奇迹。这一刻的辉煌和荣耀，是对陈若琳无私奉献最好的回报，也是对全红婵坚持不懈最高的赞誉。几年来，陈若琳用自己的真心默默无闻地托举着全红婵，
在生活中更是对她照顾有加。她经常给全红婵买生活用品、剪头发，调整她的大赛心态，帮助她如何面对压力和挑战。采访时，全红婵表示，开始时对这个严格的教练有些害怕，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全红婵陈若琳已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真正的传承和超越，不是谁拯救了谁，更不是谁成就了谁，只是双方互相成就罢了。现在的他们正在征战巴黎奥运会，强强联手，并肩作战。最美的教练，最棒的徒弟，让我们在这里期待他们再创佳绩，也祝愿所有远赴巴黎的奥运健儿凯旋归来。